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6月27号的复盘视频，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昨夜华尔街的肾上腺素直接被白宫发言人的一句话点燃了，关税最后期限或许可以延长，总统说了算。就这一句，市场瞬间嗨翻天，纳斯达克指数单日狂拉194点，距离历史峰值仅差临门一脚。Lucy 在直播里也是非常的肯定，纳指创新高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但是这一轮真的是要踩对节奏才行。英伟达带着 AI 科技板块呢冲在最前面，特斯拉原地踏步缩量十字星，到底市场的节奏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还是从2个方面来给大家分析。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纳指的一个新高的话，就是没有悬念了啊。但是呢，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站稳2万点才算是一个关键。那第2个方面呢，就是热门股票的一个分析。那我们近期呢有这个对特斯拉还有 MSTR 还有 APP 呢去做了一个文字的一个描述。那么英伟达呢现在是创了一个新高啊，一会儿 Lucy 给大家分析一下。那另外呢，我也发现了一个我们的一个抄底信号的一个出现呢是在 SQQ 上面，那么也会给大家去分析一下。那这些啊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内容。那如果说啊没有这个提到你手里的股票的话，你最想听哪一只股票的一个深度拆解，那也可以在评论区把代码刷起来。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首先呢，这张图表是纳指的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纳指啊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前高一带的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位置。那么它现在的一个点位呢也来到了20167点啊这个位置。那我们知道前高的话呢是20204.58，其实也几乎啊接近只有40个点的一个空间了。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啊现在纳指呢已经出现了它偏离5日均线的一个走势，也就是昨天 Lucy 在内部直播的时候有讲过，说这样的2个缺口呢就会推动它继续上行，也可以看到纳指它要创新高的一个决心。那么就目前而言呢，纳指它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呢，就是 MACD 呢是出现了一个金叉的一个动作，而且呢出现了向上的一个绿色的柱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如果说纳指它要进一步上行的话，它这个绿色的柱子呢就会不断的一个放大。所以说现在啊，它冲击前期的一个压力位的话就现在呢看起来市场的一个配合呢是信心十足的。所以说纳指的话，本周出现新高呢，今天是星期五，那我想啊，其实40个点的一步之遥应该会很快呢就迈过去。但是这个位置啊，其实 Lucy 想说的是，我们能见到新高，它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第2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它能否在这个压力位这个位置站稳。因为毕竟啊，在前面的3个月的一个过程中震荡啊，它是有3次来到这个位置，但是呢，很不巧的是，它在2月份的时候是出现了一轮回调。当时回调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说太多的一个征兆。在经过3-4个月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纳指走了一个深深的一个微型的一个反转，预示着这个纳指啊，它的一个这个走势还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近2个月的一个走势的过程中呢，它后半段的话，其实是在这个多空争夺的一个比较激烈的空间呢，是酝酿了很久啊，它现在才会来到这样一个高点。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去看纳指的话，我们的一个唯一的标准呢，像 Lucy 观察的啊，就是我们的龙头引力呢有没有资金的一个流出。当然我们财生朋友们呢都知道啊，我们的一个聚宝盆加上三才童子的一个这个组合才是一轮行情的一个结束。到目前为止呢，纳指现在呢在酝酿2个因素，那么还差2个因素，就是散财童子几个字，还有那个红色的柱子。所以到目前为止，现在呢我们是以一个多头的一个思维去看，但是呢我们也要紧盯我们的一个这个资金流出的一个迹象。如果说真的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流出的话，那纳指它就有可能出现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回调。当然从这个高位往下回调的话，那其实呢它的一个空间的话不在小数。可以看一下周线呢，其实今天周五的话，它正常情况呢收在一个这个高点呢，它这个地方不创新高的话，它这个 K 线呢也已经形成了。
所以说我们本周啊，它的一个拉升呢，算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行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本轮的一个反弹，从这个位置啊，它出现的 MACD 呢，它的一个柱体呢就非常的一个强势。其实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高度的话，会比之前所有的这些周线的一个 MACD 的一个高度呢，还是偏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说纳指它一口气啊上到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他如果说想要真真正正的啊，通过一些资金的一个交换呢，去推高它的一个位置的话，那它必然是会出现一些这个震荡上行的一个动作。所以说现在呢，在这个位置就不宜去追高了。那么我们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啊，尽量的是降仓位啊，降仓位。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节奏。那我们说啊，风险是涨出来的，那么机会才是跌出来的。如果说它出现回调的话，那最好我们还是有资金啊去参与它的一个低吸。那么这个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啊，英伟达它在前一轮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变化，而且说在这个平台的过程中呢，其实啊，它也是走的这样的一个小阴小阳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这个操作空间。所以近期呢 ，Lucy 也没有对英伟达呢去做出一些这个行情上的一些这个判断。其实我们早在之前的一些视频里面呢，会给大家提到说，英伟达它几个参考的一个压力位呢，就是这样的一个3根阴线的一个高点。那么我想大家还记得，这个位置是135，这个位置是148，这个位置是153。所以近期呢，其实它已经把153这个高点呢已经被突破了。那么它突破之后呢，那这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参考点。也就是说，其实是在周三的一个时间呢，它有一根大阳呢去突破了一个新高。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它的一个这个上涨的一个动能是带动了整个板块的一个拉升。那么在这一天呢，其实它还不足以说明它现在站稳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那么在昨天一根十字星呢，这种算是一个假阴真阳了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已经是突破了高点，而且刷新了它的高点，来到了156块7毛1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财生朋友们都知道啊，它如果突破这个位置，它必须要站稳3天，站稳3天。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英伟达的股价啊，它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是到了一个终结的一个位置，还是说从这个位置才是它的起点？那我们要去看它3天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其实这个153这条线啊，就是它的一个参考线。那么英伟达它现在呢，可以说是这个股价呢有一点点偏离了5日均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它如果回踩这个153不破的话，那么它在上行呢，其实英伟达它上行还是有空间的。那么这个是对英伟达股价的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MACD 啊 ，MACD 指标呢，其实是在那一根大阳线突破的时候出现了金叉，而且出现了一个绿色的一个这个柱体。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说它再继续上行的话，那么绿色的这个柱子不断的放大的话，那其实它上升还是有空间的。那么在这一段啊红色的啊这个柱体的一个这个 MACD 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龙头引力这个位置呢，并没有资金的一个流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说它在一个高位呢是在酝酿，但是并没有出现啊一个结果。所以说现在它其实它的一个走势的话，就与纳指的话是不谋而合的。那我们可以就此判断啊，英伟达才是啊决定纳指它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它从开始聚宝盆到这一段的一个这个散财童子呢，其实啊一直是持续了有这个1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一个这个点，就是说它在高位啊震荡是否会出现资金的流出。那么出现资金流出之后呢，那我们的财生朋友们你就知道啊，英伟达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正股呢去可以获利啊止盈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一个做空的一个参考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呢是否有资金的一个流出。如果说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散财童子的一个字样的话，那这个地方呢，那我们还是要啊以多头的一个思维，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涨的一个思维去看英伟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 MACD 的话啊，它现在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的结合呢，那其实还算是比较稳妥。那如果说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快线和慢线，那么飘在上面，
那绿柱的话，它的一个高度不能与之重合的话，那我想英伟达应该是最后的一个疯狂了。那这个就是英伟达的一个 K 线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筹码的一个情况。其实英伟达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有2部分筹码在机构的一个持有下呢，目前为止还没有松动，而且现在呢，其实它的一个股价呢突破了153之后啊，它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没有一些这个上方的一个压力了。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图形。也就是说，英伟达它是目前为止呢是最后一个出现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英伟达不倒，其他的半导体板块的这个个股呢，应该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说英伟达它结束了这一段的一个拉升之后呢，那半导体整个的一个这个板块呢就会出现这个回调。所以说英伟达的话就是一个风向标，那它是纳指的也是半导体这个行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特斯拉在近期的走势呢，其实是比较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股价呢，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一个10%之后呢，它非常接近于前高的这个位置，也就是361块6毛2这个压力位，但是它没有进一步的选择向上之前我们有统计到说，特斯拉呢，它的一个拉升呢会有20%的一个空间，但是呢，走到这个位置它无限的接近于这个361的一个压力位的时候呢，它没有选择向上，而是出现了2根阴线连续的阴线呢，又回到了股价在330附近一带的一个这个位置，也就是170日均线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3天呢，等于说股价做了一个过山车。所以说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个特斯拉现在走势非常的让人拉胯，对吧？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 Lucy 没有说太悲观的一个看法。那么我也看到我的一个视频下方呢有粉丝朋友留言说这个阴线到底怎么看？其实我有在我的一个广播里面有给大家讲，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呢是我的一个盘前播报，我们来看一下呢。其实我在25号的时候呢有去讲到特斯拉我说它前边的一个压力位呢是在前高361块6毛2这个位置。那么昨天是走出了一个这个光头光脚的一个阴线，然后呢选择了第二种走势第二种走势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压力位附近呢，它选择回调它压力位在这个位置嘛，它上升然后出现回调，这是我之前讲过的第二种情况。那么股价能够回踩5日均线呢，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低吸机会，是因为我看到了特斯拉它是一个缩量的一个调整，所以说即便是在利空出现的时候呢，它也没有出现放量，也就是说其实没有太多的恐慌盘出来。那么喜欢期权的朋友呢，其实我当时提示了一个 call option 3周到期是可以参与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分析方法呢，我已经在我们的一个内部财生的一个直播里面会给大家讲到。你的一个这个出场的一个标准呢，其实是散财童子有没有形成就可以了。我们其实波段的话去做这个特斯拉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散财童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我在这个昨天的一个盘前广播里我也提到了特斯拉，那么我们是逐日跟踪的。我这里说我说还是这个第二种走势没有问题，而且呢我说连续2根大阴线回踩了170日均线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个支撑位。所以说股价能够回踩是个不错的一个低吸机会，我又再一次提到了。那么上升三角形的一个下边界目前还是在一个良性区间，也就是说在我的交易模型里面这个地方它还没有破。如果说我们看到了1根阴线你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呢它看到第2根阴线的时候，我说它的一个 call option 呢其实是可以参与的。那么如果说大跌之后呢出现盘中反弹，期权的一个 IV 隐含波动率呢降至合理区间，其实没有太大的波动，也就是说其实呢市场没有太多人去交易特斯拉的一个看跌，所以这个地方呢算是我看到的一个这个比较异常的一个现象。那么股价的话，它震荡区间呢，我是说给到了一个区间是320到360，那这个振幅的话确实是比较大的它的一个筹码区间也在这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内又一次到了一个选择方向的时候了。所以我再一次提到，其实我们是有标准的，所以特斯拉的话，它即便是走了2根阴线的话，我们并不担心。所以特斯拉呢，它走了2根阴线Lucy 并不担心，因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这个上边界和它的下边界。那下边界的话，低点连线现在目前为止
它都还没有到这个位置，这多少是310，那么它现在还有20块钱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啊，这个十字星很有意思，它在170日均线附近呢，它算是一个止跌了，而且它的低点呢并没有创新低。那我们看到它这个位置去下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下杀？但是它跌下来之后啊，第2天就已经反弹了。好，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消息控制的，那难道这一根 K 线它不是消息影响的吗？它也是高盛发了一个做空的一个报告引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如果说它再走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型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呢？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对特斯拉的一个看法。包括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机构资金的话，我想它应该不是这个散户形成的，它也不会这么标准的去一分不差的去打到这个位置。所以说特斯拉的话，目前为止我还是看它三角形收敛到尽头它的一个这个动作。那么在之前的视频呢，我也给大家讲过，我说这个过程它的一个震荡的话，可能会涉及到1个月这个时间。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它现在只有这个1周的一个波动的话，现在呢我认为还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位置。我们看一下60分钟线60分钟的话，其实呢它有在这个过程中它有在围绕着170日均线在震荡，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均线都在粘合在一起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你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不跌了，它跌不下去了，而且呢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 MACD 即将金叉但是还没有的一个动作。而且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呢，现在是掉入到了一个虚势区间，所以说呢，它虽然不符合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但是它是有白 K 出现的，但它没有这个聚宝盆的一个动作的话，我们可以呢先观察一下它的一个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如果说你想跟踪特斯拉盘中的一个走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过来讲到这儿了。那么粉丝们Lucy 的订阅粉丝们，你注意了。想跟紧我的一个每日的最新动态呢，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方式。你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那赶紧去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找助教老师去领取。那么这个订阅的一个时间呢 ，Lucy 会给到7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如果是你第一次刷到我的一个视频的朋友们，你听好了，你第一步的话是赶紧点一个订阅。那作为见面礼呢，新朋友可以立刻解锁 Lucy 的一个内部财生课程，美股洞察1周的一个体验实践。那么1周里面呢是3节课分别在周2、周4和周5的香港时间下午5点，会给我们的一个财生呢会讲到一些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些股票的一个走势分析。那么这个里面呢也会藏着一些这个我们发现的一些股票的机会。那我们看一下本周呢，我们就提示到了一个这个抄底的一个信号，我给他留的作业，那么拿到了一个5倍的一个谷歌的call option 的一个收益。所以说你想要领取这样的一个体验机会的话，那你就要在视频的一个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找到我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你加上他之后呢，给他发送口令是礼物2个字，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频道和这样的课程链接发给你。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MSTR 的一个走势。那么 MSTR 的话呢，近期 Lucy 会关注的比较密切，是因为呢我们在上一条视频里面提到它的一个这个位置呢，反弹的一个位置非常非常精准的达到了61.8%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61.8%呢，其实是在这个黄金分割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那么它也出现了一个强支撑，包括这3天的一个反弹呢，我之前有给我们的财生们预测呢，我的一个 call option 呢是给到387但是昨天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上探的一个动作，那么它达到了390。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有这个文字的描述给大家看一下。那么 MSTR 呢，我有分2天有给大家讲。那么 MSTR 的话，它的一个日线走势图呢，黄金分割61.8%出现止跌，这个筹码峰在360到390直接出现了聚集，进一步的一个验证反弹的一个观点。那么55日均线的一个支撑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我说如果393一带缺口处被回补的话，则方向选择上行。那么目前价格呢现在只有一步之遥了我们昨天看到它的价格是来到了390。那这里也给到了一个策略，就是期权方面呢走势走到这个位置呢是选择方向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的露露粉呢也知道啊 ，Lucy 的一个会员视频里面呢会提到一个策略，就是 Long Straddle 策略。所以目前呢 MSTR 是符合了这样的一个策略的一个交易的位置，所以呢这边又给提到了啊一个 Long Straddle 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393，那其实它也就是差2块钱嘛。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它是在一个箱体这个位置是出现了反弹，那我们知道，如果说箱体呢它选择方向的话，要么它是这样的一个突破向上，要么它还会来到啊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那无论是怎么样，我们的一个 long straddle 的话，其实是会给到啊一些这个机会的。如果说它突破的话，那你的 call 单啊就会出现一个这个盈利。那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压力位过不去，它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话，那我们的 put 单也会啊给到一些这个机会。当然我的一个分析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 MACD 呢是一个金叉的一个动作，而且是在零轴的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位置。所以说 MSTR 的话，它如果上行的话，它其实压力也不会很大，因为这个位置的一个筹码的话已经啊变动了，它已经来到了下方。所以说如果它去拉升的话，这个位置是机构筹码的话，它的问题就不是很大。这个呢是 MSTR 的一个发现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去看到60分钟的话啊，它为什么昨天会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影线十字星，也就是因为60分钟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个散财童子。那么散财童子呢并没有出现资金的流出，所以这个地方呢只是啊仅做一个压力位的一个参考。那么它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动作的话，那我们就要看紧了今天星期五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张图表呢是 APP 的走势图。那么在近期的视频里呢，我们有提到啊，我们的财生朋友呢，通过这个抄底套餐的一个选择啊，在一个第8天和第9天2天呢，去发现了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信号。那么在这个信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啊有这个出现反弹，在上一条视频里边提到了啊3到5天的一个这个周期，但是3天的时候呢，它其实是给到了一个高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低点的话是在这个位置。如果说3天的话，高点在这个地方，你要是开盘发现的话，严格执行3天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这3天给到的一个幅度还是蛮大的。然后呢，如果说3到5天，其实我们是根据啊60分钟线去看的。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的抄底套餐的信号是在哪里出现的啊？是在这个位置，它走了一个这个上涨9的一个动作呢，也就是说它出现了2到3天反弹，那么高点是出现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它是一个啊9的一个上边界，现在呢下边界其实已经被跌破了，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的一个分析方法，短线的话3天其实是止盈是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龙线现在呢是被这个中间的一条线压制了，而且它现在没有到加速区，所以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呢 APP 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回踩的一个动作之后呢，又弹起来了。所以它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啊配合 MACD 的一个这个金叉向上的话，那么如果龙线穿出来到这个加速区的话，那 APP 的话它可能还会啊再走2天。所以咱们的粉丝朋友啊问我还能不能再去买的话，那其实呢我的一个这个结论呢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财生的话，你就知道啊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去参与。那么你如果是我们财生的话，你在30分钟啊，你在这个地方也会知道。这个是30分钟啊，所以说30分钟呢，它提前的一个龙线呢是进入到了一个加速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啊，我们说3到5天它的一个走势呢不会说啊连续5天，但是呢，它如果3到5天给出这样的走势来，你是可以交易1次、2次的。所以说在这一轮反弹的话，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龙头引力的一个信号的话，如果说财生你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龙头组合的一个信号的话，分析的非常清晰，这个就跟我们之前操作 Coinbase 是一样的一个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就是 APP 我们的一个这个分析方法。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 SQQ， 是因为什么呢？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SQQ 呢已经出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抄底套餐的一个信号。那我们财生朋友呢都知道了啊，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呢，其实 SQQ 呢是出现了一个蓝色的 K 线。那么蓝色的 K 线对应的下方呢，它 MACD 现在是接近于一个这个想要死叉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在观察。
那么观察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日线的话，它有一大段的一个时间是因为纳指它一直在反弹啊，所以说 QQQ 也是一直在反弹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资金流入。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在蓝色 K 线的话，我们的一个要求呢，只要日 K 是蓝色的就行了，没有要求有聚宝盆的一个出现。那我们来去看一下60分钟。但60分钟呢，我现在目前看的这个位置啊，它就出现了一大堆白 K 的一个动作，而且呢 MACD 呢是出现了红色柱子的一个缩短，但是这个金叉还没有形成，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聚宝盆它只出现了一半，下面的这个龙线呢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拐头，但是我们可以去把它加入到我们的一个抄底信号当中，也就是说 SQQ 的话现在呢初步有了一个迹象，但是还不在我们的一个先抄底的一个信号过程中。那我们去看一下30分钟的话，30分钟也是同样的出现了白色的 K 线，然后还有聚宝盆，而且30分钟呢它是出现了一个什么 MACD 的一个绿柱，但是没有放大，所以我们财生朋友们你注意了你要去关注 SQQ 的它的一个这个白线是否被一根阳线这样的一个反包确认，那么我们就知道 SQQ 的话，它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有可能就来临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纳指它现在是不断的想要创这个新高，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如果说纳指创了新高之后，它出现了回调，那有可能就是 SQQ 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的参与的信号呢，一定要严格执行，就是一定要反包掉白 K 它的一个高点才可以确认。所以呢，大家要关注一下Lucy 这边提醒，可以关注一下 SQQ 的一个机会。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